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今天这一期视频，咱们要聊的这3种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右归丸和参麦饮，可能很多人家里的药柜里就有，但您真的用对了吗？有没有遇到过吃了药却不见效，甚至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更有厉害的，现在市场上很多中成药名字相近，成分却大不相同。比如说，同样叫金匮肾气丸，不同厂家的配方竟然不一样。你知道该怎么选吗？大家别着急，本视频我就带大家了解桂附地黄丸、右归丸和参麦饮的功效和用法。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大家将会学到这3种中成药各自适合什么症状，怎么辨别自己适不适合服用，以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最后还会教给大家在更年期的男性和女性该怎么搭配使用这些中成药。先来说说桂附地黄丸，很多人以为它就是6味地黄丸加了2味药，其实远不止这么简单。桂附地黄丸实际上是6味地黄丸的温阳版本。6味地黄丸的配方是熟地、山药、山萸肉这3味补药，加上丹皮、茯苓、泽泻这3味泻药。而桂附地黄丸在此基础上加了附子和肉桂。这里有个重点，原来的肾气丸用的是生地和桂枝，但现在的桂附地黄丸改成了熟地和肉桂。你别小看这个改变，生地是凉性的，熟地是微温的，桂枝是温性的，肉桂是热性的。这一改，整个药的性质就从以火争阴化为气，变成了偏重补阳了。所以桂附地黄丸应该叫肾阳丸更准确。它的补阳力量虽然不算特别强，但确实是偏向温补肾阳了。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吃桂附地黄丸呢？看症状很关键。手脚冰凉，阳痿早泄，早泄一般是肾气不固，而桂附地黄丸对于滑精早泄的治疗效果更好。水肿，这个很多人想不到，其实是因为阳气不够，气化不了水液。小便频数或小便少，夜尿多，腰痛膝软，口干，桂附地黄丸能阴阳并补，补了阳之后能把阴液蒸腾上去，缓解口干的症状。现代常用于慢性肾炎、糖尿病、前列腺增生、腰肌劳损、睾丸发育不良、性功能低下。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睾丸发育不良、性功能低下很多时候是阳虚导致的，而卵巢问题则更多偏向阴虚，所以大家可别搞错了。桂附地黄丸的用法要点，桂附地黄丸最好用陈皮、淡盐水送服，但要注意，如果你有肾炎，就不要用盐水了，因为肾炎患者要控制盐分。不过桂附地黄丸虽然是补阳的，但它的补阳力量并不算特别强，因为方子里还有丹皮、茯苓、泽泻这3泻，能防止补药过于滋腻。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不容易上火，适合大多数肾阳虚的人服用。这里我要爆个料，现在市场上有2种金匮肾气丸，一种是接近桂附地黄丸原方的，只有8味药，另一种实际上是寄生肾气丸，在桂附地黄丸上加了牛膝和车前子，有10味药，但厂家为了名气响亮，也叫金匮肾气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寄生肾气丸功效更广泛，但金匮肾气丸名声更响，所以就用了个名气大的名字，配了个功效强的方子。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成分表。接下来咱们说说右归丸，它可以算是桂附地黄丸的加强版。桂附地黄丸去掉了3泻药，再加上一些补阳药，就变成了右归丸。右归丸的组方是把桂附地黄丸的3个泻药丹皮、茯苓、泽泻全部去掉，加上菟丝子、枸杞子，阴阳并补，加上鹿角胶，温阳补血，阳血填精，加上杜仲，补肾阳强腰，加上当归，补血和血，这样配制出来的右归丸就是纯补了，而且既能补精又能补阳。这里有个中医基础理论要给大家说清楚，阴中求阳。简单说就是我主要补阳，但是加一点补阴的药。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补阳就像补功能，补阴就像补物质。我在补功能的时候，适当加点补物质的药，让功能的发挥有物质基础。
右归丸就是阴中求阳的典型代表。我们上一期说的左归丸是阳中求阴的典型中成药。大家记住，求什么就是补什么为主，阴中求阳是以补阳为主。那么右归丸适合什么人服用呢？看典型症状，腰膝酸冷，怕寒之冷。大家注意这个冷字说明是阳虚，精神不振，阳痿，滑精早泄，不是遗精，遗精多是有火，大便稀薄，尿频而清，现代常用于性功能减退。注意，性功能减退多用右归丸，阳虚的概率很高，而不是左归丸。男性更年期，这里要和大家强调一下，男同胞更年期的时候，如果出现肾精虚加阳虚的情况，就可以考虑用右归丸。慢性肾炎，男子不育，大家在服用的时候最好用陈皮、淡盐水、砂仁送服，这样能更好的发挥药效，还能减少上火的可能。最后我们聊一下生脉饮。生脉饮是气阴双补的经典方，它的主要功效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生脉饮只有3味药，人参有时用党参代替，麦冬、五味子。为什么叫生脉饮？这个名字很有讲究。麦冬长出来的样子很像麦苗，而且会长出很多像脉络一样的根须，这些脉络就像人体的经络一样，所以叫生脉。人参能大补元气，补五脏的气，还能生津，特别是人参须，生津作用更强。麦冬这个药特别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补阴药都是往下走的，比如六味地黄丸补的是肾阴，但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上面。麦冬恰恰相反，它补的是心阴、肺阴、胃阴，都在上面，利用率最高。五味子能收敛，治疗自汗盗汗。在临床应用中，什么时候用生脉饮呢？常见的症状有气短、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虚表现，自汗盗汗、气虚、肺虚咳喘，可能是气虚，口干、阴虚表现。如果咳喘无力，偏气虚；如果是干咳，偏阴虚。我们也不要被症状限制住思路，记住，只要一个人既有气虚表现，又有阴虚表现，就可以用生脉饮，不一定非要是固定的症状组合。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临床技巧，如果你吃玉屏风散预防感冒，但是吃了上火怎么办？加生脉饮，因为上火会口干，而且玉屏风散容易出汗，生脉饮里的五味子正好能敛汗，所以玉屏风散加生脉饮，既能预防感冒，又不容易上火出汗。现在重点来了，我们生活中应该怎么样搭配使用这些中成药呢？我给大家一个实用的更年期调理方案。如果女性更年期轻症，阴虚兼经虚，用六味地黄丸；如果重症，用左归丸。男性更年期轻症，用桂附地黄丸；重症用右归丸。阴阳两虚怎么办？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如果既有阴虚症状，又有阳虚症状，轻症六味地黄丸加桂附地黄丸，比例自己调，比如先各一半，吃完了上火，六味地黄丸就加量，桂附地黄丸减量。重症左归丸加右归丸各用一半的量，吃完了看是偏寒还是偏热，再调整比例。记得要用淡盐水或陈皮送服，除非你有肾炎。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桂附地黄丸适合轻度肾阳虚，右归丸适合重度肾阳虚，生脉饮适合气阴两虚。记住，减轻更年期症状，在中医逻辑上就是延缓衰老，因为衰老本质上就是肾精虚。最后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自己不要随便用药，服用期间要注意饮食清淡，避免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以免影响药效。今天关于桂附地黄丸、右归丸和生脉饮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视频，能正确认识这3种中成药，在需要的时候能合理使用。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